两个人的小森林第35集大结局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夏之对虞美人冷嘲热讽，认定就是他发了之前自己的旧照上网，才会引来网友的群攻。虞美人没有做过这事，自然问心无愧。况且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，根本没有这种坏心思。夏之不肯信，认定虞美人虚伪。此时静熙来了，他告诉夏之，通过调查发现，赵老板才是黑他的人。毕竟新佛新来的主播要上位，夏之正好可以给他当垫脚石。赵老板自然不会放过，马上就要开掉没有价值的夏之。夏之听了静熙的话后，赶紧给赵老板打电话，但电话已经不通。夏之还要再打，虞美人劝他放过自己，于是夏之气势汹汹的来，灰头土脸的走。李甜甜正好与夏之迎面碰上，纳闷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不禁担心虞美人有没有被欺负。虞美人在静熙的眼里，那可不是个吃亏的主，让李甜甜安心。李甜甜近来一直学习，思想深刻不少。虞美人夸赞之余，劝静熙也要跟上步伐，否则就要被淘汰了。静熙好不容易跟李甜甜在一起，自然努力，只是他这说大话的毛病还是没改，将教授之职说得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庄宇正巧听到静熙的话，直男的比试正式开始。静熙贴心的给李甜甜安排天气灯，这样村民们一看就明白。他故意在庄宇面前说，爱一个人就要给他最好的。这时虞美人接到简桃的人事电话，庄宇适时的在静熙面前表示，他也做到爱一个人就要给他最好的。几人在凉亭落座，借着喝茶的功夫，静熙又与庄宇攀比起来。可惜他始终还是差了庄宇一点，嘴上没占着便宜，还得服软。后来只能在庄宇的原生家庭比较严肃，找点平衡感。晚上民宿里一片热闹，虞美人一家坐在一起吃饭。席间于妈也不忘李甜甜一家，让大美送去一盒螃蟹。虞美人知道大美喜欢李甜甜，但现在李甜甜已经跟静熙在一起，她担心大美看了心里难受，便想由自己去送，但大美坚持要去。大美敲开李甜甜家门，是静熙开的门，她热情地把大美迎进去，四人一桌坐下。大美看着李甜甜幸福的笑容，由衷地为她高兴。第二天，虞美人一大早醒来，就发现自己的能量被偷了，于是扯开喉咙要去找庄宇算账。可她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庄慧。得知未来婆婆来看自己，虞美人好想逃避，干脆装晕。庄宇自是知道虞美人的想法，把她抱回房间里，好生安抚。虞美人脑补了未来婆婆对儿媳妇的要求，可自己样样不合格，不禁越发心虚。庄宇好生开导虞美人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母亲都会喜欢。虞美人见庄母的时候，紧张的不行，话都不会说了。于妈不知道庄宇家是大企业家，还特意买了他家的饮料待客。庄家几人看到都下意识的扭脸，只是不好意思拒绝，勉强喝了一口。于妈听到庄妈接了个电话，随口就是1个亿的合同，这才知道庄宇家是企业家，不免担心自己招待不周，于是提出去饭店吃。庄妈是个好相处的人，她十分欣慰。因她忙于生意而疏于关爱的庄宇，已经会主动找她帮忙，而带来这一切改变的就是虞美人，所以庄妈对虞美人很满意。对能培养出虞美人这样女儿的虞家夫妇也很肯定，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虞美人收到庄妈特意送给她的礼物后，心也定下来，知道自己是过了准婆婆这一关。神树下，庄宇和虞美人一起许愿。虞美人已经从近来的动向中得知，庄宇要去国外研究青蒿，她特意帮庄宇下了决心，支持他追求自己的事业。庄宇许下一辈子与虞美人相守的愿望，这让虞美人很是意外，但很开心。两人两地分居，开始漫长的书信来往。终于，虞美人等到庄宇回国向她求婚的这一天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唇齿相依。